愁绪，几年里所错错错。母亲啊，母亲啊，我都在这趴了好几日了，想出去走走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你休想走出这明月阁。那我一直在这躺着，也不利于伤势恢复啊。本宫已经放话出去，你伤势严重，高烧昏迷，数日不醒。为何？为何？你可知死了的，除了杨胜才和你堂兄，还有御史大夫的儿子。一个区区御史，有何可惧？再说了，那个张生就是个不得宠的庶子。御史是齐王的人，他正借题发挥，已经弹劾到你舅舅面前，难道你舅舅能置之不理吗？都承司已领皇命彻查此案，结案之前，你给本宫老实的在明月阁待着。明白了，母亲。你真不知道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吗？女儿那天喝多了，我真记不得了。既然齐王揪着不放，那本宫就给他想要的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儿！母亲，放开我儿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儿啊！放开我！大人，求你了，求求您放了我家主意！大人，夫人，长公主殿下是好意，请公子入府依退。你们横加阻拦，是要与长公主府、与太子为敌吗？你莫要说这些吓唬我们妇道人家。这里是临安城，是国公府，你该不会想就这么把人带走吧？多谢长公主好意。夫君，快救救崇义！夫君，能进长公主府治疗，是我儿之福啊！父亲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大人，崇义！父亲，崇义！放开我！崇义！夫君就任由他们把你儿子就这么带走了？你这国公的头衔难道是个摆设吗？你就是摆设，你满意了吧？那是长公主权倾朝野，还有太子撑腰，是我一个没有实权的国公府能得罪得起的吗？那他们会把我儿子怎么样？你快说呀！生死有命，都怪这个逆子自作孽。事已至此，我能为了他把我整个国公府，还有我未出世的孙儿，都搭进去。我的儿啊，崇义！夫人，长公主到。
你就是安国公府的三公子。是，殿下。你腿上有伤，就不必行礼。起来吧。你知道本宫接你来所为何事？谢殿下美意。但我家中亲眷牵挂，不便在外逗留。房屋失火，唯有你和明月活了下来。那死了的三家，肯定心里不好受。崔家是自己人，杨家也还好，可那张家就是不依不饶啊，非得把这笔人命官司的账记在我们明月头上。你说，张家为何不去你安国公府，要来纠缠我们公主府？殿下，殿下明鉴啊！那晚一行人都喝醉了，定是那大风将那个蜡烛台给吹倒了，引起了大火。我和明月郡主都是受害者，酒楼失火，纯属意外，是天灾啊！殿下，意外的说辞，张家不接受啊，只能是你们其中的谁不小心打翻了烛台引起也好，酒后故意纵火也罢，但不能是明月。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吧？知道，绝对不能是明月郡主，不是明月郡主。不，也不是我，殿下，是江战，东平伯府的江战。江战，东平伯府。十九，去看看。是，殿下。可怜的战儿，还没娶妻，人就没了。逝者已去，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啊。母亲，战儿后事的事情，是不是要定下来了？我哥哥还未寻到，是死是活尚未可知。二婶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办白事，是何居心啊？战儿没了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，你一时接受不了。可这都整整寻了7天了，实在是没有生的可能啊。这老话说嘛，入土为安。那只有这样，才能寄托家人们对战儿的这种哀思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寻找我儿。战儿命苦啊，我们不能任由他无主游荡，赶快发丧吧。是，母亲。都城司和伯府都寻了多日，也只是捞上来一只血了，怕是没什么盼头了。母亲，儿有一事要报。近日，为了找寻战儿，花了不少银钱，房里的银钱所剩不多。如果还要继续寻找的话，母亲，你还得再批一些银钱呀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一定要找到我哥哥。银钱之事，我自会想办法，就不劳二弟和弟妹费心了。四儿，不要再多说了，随爹继续去找。都是你惯的！惯的一副不管不顾的性子，你哥哥就是你害死的。祖母，您在说什么？你害死了你的哥哥。老大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希望战儿在咱们伯府不要惹事，安安稳稳当他的公子哥，平平安安的过他一辈子。
你呢？你非要叫他练什么武？练武练了练，一日饭菜上桌子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之前婵儿一早出门，傍晚就会回来，给祖母请个安。可这一次，他是夜里偷偷的跑出去的，他就是不想回这个家，就是你把他给逼的，把他置于死地呀！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一定要找到哥哥。四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夫人，外面来了一群官兵，把伯父围起来了。啊！走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吾乃荣阳长公主府铁卫首领19，奉长公主命，前来封锁东平伯府，严禁进出。长公主殿下，为何要封东平伯府？辉月楼纵火案江战有极大嫌疑，为避免他潜逃，殿下特派我等前来守卫。胡说！我哥哥被害到如此境地，还要担上这样的污名吗？等我们找到人，再跟你们仔细分辨。这也是为了东平伯府的清白着想。若你们不识好歹，也别怪我们刀剑相向。你敢！长公主府的好意心领了，先扶老夫人回去吧。快！长公主之侄身亡，独女高烧数日至今未醒，此案与殿下有切身之痛，殿下才特派我等前来协助。明日便会开堂公审，不劳长公主府费心了。另外江战，我会派人盯着，出不了差错。奉劝长公主府一句，莫要越俎代庖，落人口实。望于大人秉公执法。自是。撤。今日多亏有你，还好消息传得快，没事便好。我不但没救下哥哥，还总害得你犯险，真是对不起啊。无妨无妨，本来也就不是你的错嘛。我想问一下你，关于你之前跟我说的江战的事儿，不只是一个梦吧？啊，对不住了，不该问这个问题，让你徒增伤感。我没有时间伤感，哥哥至今都不知道去向，这公主府，怕是要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。可那晚明明是我……这是我跟你说的，那晚你没有去过那儿。难道为了撇清我的嫌疑，就任由他们把脏水都泼到我哥哥身上吗？我觉得你哥哥应该也不希望你为了他铤而走险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母亲，你之前不是说要把这四姑娘许给甄府吗？那只是口头说说罢了，甄家尚未提亲下定呢。你也看见了，公主府那般的凶神恶煞啊！如今啊，我真是管不了许多了。只要谁能护住伯府，我就把四丫头嫁给谁。哎呀，还是母亲想的周到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外面的人会不会说我们伯府一女许两家呀？战儿至今生死未卜，我还在乎旁人嚼舌根吗？之前呢，我让你在院子里待着，是看你生病了，我就想让你多休息，少操劳。可现在啊，看看你身体已经大好了，再说这个四丫头呀，毕竟太年轻了。我已经差人把对牌钥匙给你送来，以后伯府就靠你来掌管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母亲，哪里辛苦啊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。只要咱娘俩同舟共济，就没有过不了的难关。
老夫人，您的安神汤好了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母亲，趁热饮。又是都城司的语气。殿下，奴婢知错，求殿下宽恕。蠢货，拖下去，杖子20。是。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。笨手笨脚的。殿下，堂审在即，他们来不及找人，一切按照殿下的计划进行。东平伯父也该自食恶果。姑娘，马上就要上公堂了，您可有什么对策？阿满，帮我把巧娘请来。是。乔姐姐，来，阿满在外面守着。是。四儿，你受了许多。姐姐肚子这般大了，都快生产了吧？走，先坐下，慢点。坐。四儿。如今你还敢喊我一声姐姐，我实在羞愧难当。如今我家这般情况，姐姐还愿意半夜来看我，肯定在心里还是把我当妹妹的。好妹妹，都是季崇义那个杀钱刀的，他就活该被火烧死，被水淹死，来给你哥哥赔罪。乔姐姐，季崇义是不是告诉你什么了？前几日，长公主派人把他抓进了公主府。今日我又听闻公主府的人封了你家门，那夜之事，来龙去脉、细节始末，季崇义都告诉我了。不管我哥哥受过什么苦，你都告诉我。那天晚上，为什么这场火不把他们全都烧死？如今这崔明月还好端端的活着，而我哥哥连尸首都找不到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与那季崇义也不会结怨。崔明月才是罪魁祸首，季崇义不会有这个胆子的。但是我不明白，这崔明月为什么要针对我哥哥？为什么要针对陆生香呢？那天郡主在街头跑马，与你们兄妹二人起了冲突。徐大人带他回了都城司，差点放下鞭笞。郡主从未受此大辱，便记恨上了你们兄妹。你说这人与蝼蚁有什么区别啊？可能在这崔明月眼里，我哥哥的命就跟蝼蚁一样。他就算闯下了天大的祸，都有一个权倾朝野的母亲替他收拾烂摊子。如今长公主谎称崔明月高烧未退，昏迷不醒，还强行将季崇义接到府中治伤，定是那长公主将罪责都推到你哥哥身上。若是成了，皆大欢喜；没成，诬告的也是季崇义，而非崔明月。国公府不敢明着与公主府对着干，我更不知如何能帮到你。谢谢你。不管怎么样，定要讨个说法回来。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做。大人，
家兄江战至今下落不明。今日民女要状告季崇义、张生、杨胜才、崔毅、崔明月一行5人合谋加害于我兄长。你休要在此信口雌黄！明明是江战酒后失智，纵火烧了阁楼，害死了崔、张、杨3位公子。我与明月郡主虽侥幸逃生，但却烧成重伤，请大人明鉴。你说江战酒后纵火，你可有证据？我就是人证。我哥哥与明月郡主素不相识，为何要去赴宴？明月郡主摆宴邀的是张公子，张公子古道热肠，他知道我与东平伯府结怨，便拉着江战前来赴约。他想做个和事佬，化干戈为玉帛。谁知那江战几杯黄酒入口，不仅口出狂言，还痛骂张生多管闲事，还与劝和的张公子大打出手，最后纵火烧了阁楼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我哥哥一人纵火，你们其他5个人就眼睁睁地看着。且先不说明月郡主，你们其他几位公子哥都是年富力强，且多少都习过武。我哥哥就算有3头6臂，你们5个人加在一起还治不住他吗？你1个对5个，怎么可能？我瞧啊，这火就不像江战放。明月郡主那可是长公主独女，小小东平伯府，就算是借她10个胆子，她也不敢呀。那也不好说啊，酒壮怂人胆啊。肃静，你作何解释？我并没有说江战是当着我等的面纵火，而是在赶出包厢之后，趁着我等酒醉不省人事，折返而回，悄然纵火。既然是你等酒醉不省人事，又说我哥哥是悄然纵火，那你怎么又知道放火的人就是我哥哥呢？我当时内急，如厕归来之后，我恰巧看见江战在那纵火，他被我撞破之后，他便跳水脱身，而酒楼的火势已起，已经灭不了了。大人，此人因为退亲一事，对我东平伯府怀恨在心，现在的说辞又是前后颠倒，经不起推敲。大人，我腿上的烧伤，便是最直接的证据。当晚的形势危急，众人皆是惊慌失措。我即便记不得细节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况且都城司打捞多日，唯有江战下落不明，我瞧他定是畏罪潜逃。还请大人早日发文通缉，还死者，还有我们这些受伤的苦主一个公道啊！仅凭你一人之言，不足以定江战之罪。但为今之计，只有先找到江战，此案方能查清。大人，当夜发生之事，家兄皆已告知于我。你知道江战在何处？是。不可能，江战不是已经……不是什么？怎么不可能？果然，你们东平伯府对外谎称江战落水失踪，实则窝藏他处。大人，您可不能徇私啊！江四，江战究竟在何处？家兄昨夜托梦于我，把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我。我哥哥根本就没有放火，我不能让他蒙受着不白之冤。晴天霹雳，必有冤情啊！想不到江战已经死了，还托梦给他亲妹。这世上还真有鬼魂托梦不成？我哥哥是被那张生诱骗到了辉月楼，在这期间被他们5个人合伙虐杀，活生生把他折腾致死。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太过分了！就是。可笑之极，在这公堂之上，岂能听他荒谬的托梦之词？大人，您可以命人去查，当日打捞上来的证物当中，是否有一尊压形香炉？来人，速去！季崇义，本官问你，你在现场可有见过此香炉？我不记得。那我帮你来回忆一下。你们把我哥哥殴打够了，然后你发现他断了气，就和那崔毅一起把我哥哥扔进了金水河中。季崇义，你是
杀了我哥哥，你该杀人偿命！胡说，胡说！我没有杀他，我只是替了他两脚。郡主让他们把江山推入河中，跟我无关。我没有杀他，我没有杀他。季崇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叛污郡主！究竟是他叛污，还是长公主府仗势欺人，戕害无辜性命？难道就因为你们是高高在上的皇族，就可以视人命如草芥吗？行凶作恶，还堂而皇之的把所有罪责推到无辜的人身上。就是，凭什么这么欺负人啊？人家的命就不是命了？是公主踩了人，公主死人，滚下去！休得无礼！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肃静，此乃都城司公堂，不是菜市口。这冤魂托梦虽是离奇，但姜四所说，这物证细节，皆与本案事实相符。本官问你，那令兄可有在这梦中提及过这火呀？记住，今晚你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哪儿都没有去。火是因为风吹火烛意外引起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别喝了！别喝了！着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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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火起了，为何席间众人毫无反应？因为他们都在醉意当中，还以为那火是幻象。之后，那崔明月率先跳窗逃生，张生、崔毅被那房梁压住了双腿，而杨胜才不通水性，溺水身亡。张生转向季崇义求救，季崇义置之不理，独自逃生，至此那二人葬身于火海当中。来人，传仵作。回大人，张生胃部却有大量烈火烧酒液，那杨家和崔家不允开堂验尸，所以无从得知。但张生和崔毅确系吸入大量烟雾身亡，而杨胜才则是溺水身亡。全都对上了，这真是神了！定是江战冤魂未散，目睹了全过程，他们肯定是冤枉的，才托梦给了四姑娘。季崇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如实招来，是否你等合谋虐杀江战？冤魂托梦，此地不该叫都城司，该改为判官府，哪有你们判案？请一个神婆来通灵，岂不是更省事？对，什么鬼啊混的！我看你们都城司就是有猫腻，和这个姜四里应外合，才编出这个故事来。既然你觉得世上无冤魂，那你刚刚为何要承认是他人虐杀了江战？崔明月又指使他人将江战扔入金水河中，而你只是踢了几脚呢？我方才都是被这个姜四鬼迷心窍了，所以才一时胡言乱语。胡言乱语！季崇义，此乃公堂，你的言行举止都将记录在册，岂容得你抵赖？总之，大人用什么冤魂托梦来断案？如果没有实证，我是绝对不会服。胆敢不服？谁说没有实证啊？没下雨。再不讲实话，就拉你跟我一起下地狱！你别过来！不是我杀的你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都是他明月之主，是他指使我做的。长公主她不想让她女儿在这公堂之上，所以才必要做的伪求。那明月之主根本就没有回答，你是找他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，不承认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别杀我！我求求你别杀我！别杀我！
那江家二少爷究竟是人是鬼？都城司审得了人间案，又能否断得了这孤魂冤呢？你这关子卖的，这还热不热人吃饭了？就是。行，我把下一次的钱也付了，你一气说完。快点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爹，爹，爹！慢点吃，哥哥，别噎着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对了，哥哥，你那一身的伤现在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是不是再请个郎中过来看看更稳妥些？是得看看。用不着，我这全好了。你们看，再歇个3、5天，我准能又变成一好汉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就凭他们几个，还想真伤了我？再来几个人我也不怕呀。你这个小兔崽子呀，就是嘴最硬。行了，说说吧，你是怎么死里逃生捡回这条小命来的？我装死。装死？他们不是想弄死我吗？那我就装死，他们总不至于再把我弄活吧？郡主，他真的死了，怎么办啊？那就把他扔到河里，不就一了百了了？没想到这几个孙子竟想来个毁尸灭迹，我原来没发现金水河江有这么深。我恍惚间我就听见妹妹你在喊我，于是我就拼命扑腾，可还没到水面，我就扑腾不动了，心想着再也见不到妹妹跟爹了。那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最后是怎么得救的？那自然是本女侠出手相救。其实是七哥算得准，让我到下游去看看。哎呦，真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你也不看我是谁，吃喝都是我包的，我还下河捞鱼呢。你这既然得救了，为什么不赶紧回来呀？你这差点要了你老子半条命。爹，我恨不得插根翅膀马上飞回来，可那时候我身上有伤啊，再加上山路又不好走。上药。什么药啊？疼不疼啊？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那你请。疼。
疼。还知道喊疼？那你就是快好了。你一个小姑娘，手劲儿怎么这么大呀？你自己摁着。男女授受不亲。你扶好了，千万不能让它掉下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今夜，我们就歇在此处吧。在这儿。我刚活过来，在这儿待一宿，不得横尸荒野啊！你快呸呸呸！谁要跟你一起横尸荒野了？你就瞧好吧。我去捕条鱼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，就算了吧。要是再伤着你，就更耽误事儿了。我能行。再说了，我药都用光了。啊，那好吧。啊。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，几阵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奔波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吃吧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吃啊！好吃吗？好吃。相望余生，风霜几里也几程。月光如水，好梦总能照有情人。相惜一路望余生，岁月有心不由人。一眼珍存在于你看。繁华满城，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怎么样？咱们出发吧。好，我扶你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怎么了？伤口又疼啊？哪儿疼？我看看。就这块疙瘩。哪？啊！这是什么？昨夜无聊，随手刻的，送给你。江战，想不到你还是个心灵手巧的。傻乐什么呢？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哎，不是，是牛还是马呀？那是。这个猪还真是惟妙惟肖啊。这是马，这是你的那匹马。
先前入生乡开业，你不是把自己刻的那个小马送给我妹妹了？原来是马呀！嗯，好，那它就是我新的护身符了。那个，谢谢你啊，救了我。 这算什么？那天，就算河里是条狗，我也会救的。后来等身体好些了，我就让楚楚带我回临安。可我们俩一进城，就听见大街小巷都在议论都城司的公审。粗略打听后，楚楚机灵了，他就想到了让我在公堂之上扮鬼的法子。对了，哥哥，你那一脸血是怎么回事啊？哼。 厉害吧？就是不知道楚楚现在在干什么呢，还一直没有好好当面谢过他呢。哎呦，江老夫人设宴让咱们过去呢，这你不早说！我说说，都更衣更衣。 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，几阵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奔波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 相识一笑望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余生，缘分卷流着青春。光阴似镜，与你同赴烟火。 月光如水，好梦总能照有情人。相惜一路望余生，岁月有心不由人。一眼珍存在于。